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子，我是瑞强。今天这一部分是御守的补充教学。那补充教学就是要补充原本教学里面没有的一些细节。举例来说，现在要先提的是御守每一组的木皮，你拿到的会是一样的，就是道具跟正常会是接近的，但是每一组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原因在于它是自然的木皮。所以天然木皮的关系本来就会有差异，但我们会尽量找到接近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个 range， 对，深浅啊什么，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好，剪子，你有看过这个东西吗？有点像日本的那个御守守护符，对，护身符。这个护身符它很特别，它在那个神寺里面，它用星座去做一些表象。它里面的木头刻了各种不一样的星座，你相信星座吗？也蛮玄的一个东西，蛮玄的，对，但看起来你不太信，但没关系，你帮我像这样勾住这个御守的绳子，这样子，对，然后你可以握着它，好，然后我让你想象在这边有一个天空，是，虽然你不一定相信星座，但是我让你想象这个天空的有一点一点的一颗一颗的星在发光，你能想象吗？你要真的看到那个画面，有，好。12个星座里面，你先随便想一个星座，好，你就看着它，然后接着我要你开始想象这个星座开始不断的在变化。比如说你原本想的金牛，现在它就开始变成处女，开始变成水瓶等等的，不断的跑。是，就像一年里面四季在更迭，时间不断的在改变。是，好，等到你心里决定要停下来，你就告诉我。好了吗？是，好，所以你现在有看到一个星座。在你心里有一个星座，有。我待会会要你做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那你知道星座里面有分最好分的就是有生命的星座跟没有生命的星座。比如说金牛、处女，它就算有生命的星座啊。比如说天秤就像没有生命的星座。物品跟对，能理解吗？好，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是有生命的还是没生命？有生命，是有生命的吗？是的。好，还记得我刚才说要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吗？我想要你把刚才那个有生命的星座换成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星座。好，有吗？你在心里有一个答案吗？有。好，我先确定一下哦，这个星座跟刚才的想象都是发生在你的脑中。是的，只有你看到画面，所以现在你心里是什么星座，应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对吧？对。但是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御守，是因为它就是关于满足大家心里愿望的御守，所以如果你想的星座跟它里面给的讯息是一样的，就代表你的愿望会成真。现在请你讲出你刚才最后想象的那个星座是什么？说出来。对，说出来。水瓶。水瓶哦。对，水瓶。你可以慢慢的打开你手上的御守。是。打开手电筒。好，你自己看一下。从头到尾御守都握在你手上，对。慢慢的照，你会看到御守里面出现了一个文字“水”，你有看到吗？有。水。哎呦，水瓶，还有点意思哦。哎呦，这个很玄啊，就像我讲的，很玄啊，很玄。是一种，对，还是一样很玄啊。什么意思？刚才演的这个程序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英星，他看了神谕这个道具以后，他提供了个人的想法的创作。那刚才看到的其实就是用了一个英星系统的星座 force， 那结尾是一个 multiple out， 因为他认为这个神谕的运用不只是任何讯息以外，也可以是直接写好的，他就可以从头到尾都在观众手上。因为阴星它这个星座 force 的特性是结尾刚好是2个答案，对。然后这个东西刚好看起来是一个物件，但它可以显示多个，但我们一般设定是2个，至少可以2个，所以很符合它这个。对。那在开始讲之前，我可以先提一下阴星这个系统，它其实在2-3年前他就已经跟我交流过了，然后他也一直都在用，只是刚好这个出来了，他觉得非常 match， 他就把它拿来用，然后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教给大家。是，好，
以阴星那个程序，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你在御守里面的亚克力片两面，一面写下水瓶，一面写下天平，好，你就完成了你需要的设定。那如果你的御守就只有要演这个程序，你甚至可以写完就把它封死，都没有问题。好，那我自己呢，就是放进去以后，你必须要知道哪一面是水瓶，哪一面是天平。那我自己的方法是，比如说现在看字有点乱了，但水瓶在这，天平在这。我水瓶放进去以后，我会看这个纹路，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边有黑黑的，这个可能要细拍，但是这个大家每个人的御守也都不一样。对，你就是其实每个御守因为天然的关系，像刚刚前面讲，两面会纹路不太一样，你稍微去看一下差异，去记住就好。对，真不行，你简单点一点或刻一点，刻掉一点小记号就可以角漏就好了。没错，可以分面。然后这个也在表演前要跟大家讲的是，你必须要熟这个东西，因为就算你知道这是水平的，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一面照看起来会是水平，你的表演就会失误。所以比如说水平它现在在这里，我的光从这边照看到会是水平，天平在这里，我光从这边照看到会是天平。对，那以阴星这个程序呢，我就简单讲一次，因为刚才有表演嘛，表演的程序就是那样。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就可以拉回去看表演。没错。这个程序第一步就是请观众握着这个御守，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包装去讲这个御守是怎么来的。那以阴星跟我讲的是说，星座它就是关于人类的愿望，它可以满足人类的愿望，所以请观众自己想一个星座。那这个前面的包装是阴星说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对，那接着你就请观众仰望星空，然后让他想象天上有一些星星慢慢组成一个星座，然后跟观众讲说星座有12个，请观众想象天上的星星不断的在变化，就像四季在变动一样，就像地球在被缩时摄影了一样，请观众一直想象星座变化，然后请他停下来。所以观众在心里此时真的可能停在12个里面任何一个。没错。好，那接下来关键就来了，阴星就会讲说，在12个星座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分野，就是有生命的星座跟没有生命的星座。好，这是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其实你仔细去想，你会发现有生命的星座有10个，对，没有生命的星座只有天平跟水瓶。对，这就是它这个程序的关键。好，比如说此时此刻，刚刚简子想的是，你说最后吗？对，一开始，或你现在随便讲的。我前面可能是想射手，对，好，射手就是有人嘛，所以就是一个有生命的星座。我会说，好，星座分成有生命跟没有生命。待会我会请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这句话是关键，这句话也是关键。对。待会我会请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好，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星座是有生命还是没生命的吗？然后我就说有生命的，因为是射手嘛。金牛也是有生命的，处女也是有生命的。好，有生命的。接着我会说，好，我刚才说要让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对吧？对。接着我要请你把你刚才想象的那个星座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星座。好，这时候观众就去想了。可是他去想，他只能得到天平跟水瓶，这2种答案。也就是说，如果是照刚才这个套路，观众先想了有生命的，然后你请他改变到没生命的，你就已经完成了。是的，因为就一面是天平，一面是水瓶。对，好。第2种可能是观众在4季更迭以后，他自己就停在一个没有生命的。比如我说水瓶，你水瓶吗？我再讲一次。星座有一个很大的分野，就是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待会我会请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好，你先讲出来你的星座是有生命还是没生命？没有，是没有生命的吗？很好，我刚才说要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对，好，刚才你想象的是星星在天空拼成星座的样子，对吧？这时候我要你把那个画面改变成它排成星座的文字。比如说我想的是金牛，星星就会从牛的形状变成写成金牛，你懂我意思吗？懂。好，你要再想象文字，对，文字。OK。好，所以他刚才讲天平、水瓶，你想好了吗？星星排成水瓶2个字。有。好，
接着拿光出来照，就会看到水平。OK， 好，我再简述一次，就是这个程序，请观众在天空不断的变换自己的星座。对，变换完以后，跟观众解释说星座有分成有生命、没生命，有生命没生命，以及要讲出最关键的台词，就是我待会会请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有生命没生命，然后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这很重要。对，这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先不要问他的星座，而是问你是有生命或没生命，对，选择。没错。然后一听到的当下，马上做出一个改变。没错。应该说灵机应变。灵机应变就是2个 out， 你的表演里面就有2个 out。比如说我说有生命，我会说好，我刚才就说过要请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就换成没生命。假设我说我是想没生命，那我就会说刚才我要请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就请你把图形改变成文字。是的，对。然后最后就合理化得到这个。但在观众的心里，你要去强调的是，它是完全随机的。那这个程序，其实前天英星才打电话给我，我们才再细聊了这个。他说这个程序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对，因为你们现在听了你们就会了嘛。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用了这个程序，重点在于你变完以后，你要跟观众怎么去讲。是，因为确实它出现星座很神奇，可是比起任何讯息，它说穿了就是1/12。没错。那这个星座对这个御手跟这个观众代表什么？所以你要去想一些你想要给他的祝福的话，像英星就会讲说，你想中的星座如果跟里面一样，就代表你的愿望会被实现。那这件事就被圆满起来了。我记得英星在以前的作品有提及，他是跟人家说他一般日本就把这个挂在树上。哦，对，树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是。一般人看着什么流星许愿，然后就把这个挂在树上，离得比较近，就觉得许愿就愿望就会成真。我很喜欢他这个 presentation。好，这个部分是要讲关于御手里面这个变化图案这件事情。因为它，正如大家所知，它可以呈现2个不同的图形。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它像可以出现2个图形这件事情，我觉得用在心理上的话 ，multiple out 是很好的写法。最好的。我是要特别强调，这个章节是想特别强调，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看，这不是一个3，一开始你是想多少，或者你是想多少，13，视觉里面那个影子变成另外一个数字，可能不太适合用在这个作品上，或是说，如果要这样用，如果是我真的有一天必须要这样做的话，我可能会让2个图形至少是有关联的，类似，很像是里面的木纹，比如说原本长这样，但是这个木纹慢慢变成那样一个图，这样就有趣，算是渐进式的过程。对，渐进式。我必须强调是你的 presentation， 我们中文说演绎，在这里面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好了，怎么样可以做到 A、B 变又合理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去思考一下，一定要合理性，很重要。你去包装它。举例来说，你拿这个御手，这个很特别，它是一个许愿，就有可能让你愿望成真的一个守护的物品。比如说现在这个你就握在手上，然后让他想个数字，或想一个图形。这时候他想了 ，OK， 想传递过来，打开来一照，出现了那个图形。再请第一观众拿着 ，OK， 这时候换你，得到另外一个数字和另外一个图形，打开来一照，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大家就觉得说，这太神奇了吧？这本身就变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可能你拿在手上，我说现在我刚刚什么都没有想，都不见了。这时候你可以换成正常的那个，就交给他们。这就是一个。也就是有人会说，正常到底要怎么用呢？它里面都没有讯息，可以用类似的方法，交代过去。没错。好，那这个章节就是想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关于你要怎么用，一定要想清楚它的合理性。很多人询问说这个东西需不需要用 force？但我觉得基于消费者的角度，我可以理解说，因为他们看完预告，可能觉得是先写好的，写在里面，或是有的人问说是不是用换不同的模组？对，可能是形状、星星啊，这个某个数字啊，之类的。因为我们说 any message， 很多人会玩文字游戏，厂商其实是先写好用 force， 或者是用没错，有5个 out 给你，但对观众来说是 any， 对，但这个真的是可以 any， 真的是任何。那既然他已经这么强了，我们就让他能力开到最大，就直接释放出来，而不局限。
对，因为你知道它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当然也可以做到只用 force。对，比如说这个教学前面一开始英星跟大家分享的程序，先做 force，它其实就是对用 force 的一个典型的范例了。对，所以说它需不需要用 force？我们的回答可以是不需要，但可以，取决于你不需要但可以使用。没错。对，好，那这就是关于如果你要用 force 的话，表演这个是可以做，但因为它已经这么的可能性无穷了，数字什么，不用特别再突然说出现一个扑克牌，比较可惜，但是可以。是，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很多消费者问说这个的主要用意是什么？之前的教学有稍微提及，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放进来，我想要完善这件事情。主要的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因为预手，我也知道把这个东西送出去，所以有纪念意义。对，很多人都来问我这个 TV Magician、Mentalist， 大家都说，你们我要这个，帮我做几个，也很多人来客制订单来了。订购这个，我们也在做，之后会考虑卖 refill， 就是补充的，尽量低价，因为这个是 handmade， 真的很难压低价格，那就尽量提供给大家。有买过的人，就是你也可以买去3-5个，真的最后送出去给人家是非常好的一个，它是 lucky charm， 真的很强。你用点一滴胶，点2滴或者双面胶，推进去。一辈子就打不来，对，所以它摔坏、破裂了，对，那给出去就很好，寓意也很良善。但是呢，其实这个签诗，我是一般包装在我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会说，我那时候说了一个数字，然后对应到一个柜子，我拉开来，拿出来，拿到这个签，我就放在我的皮夹里，带在身上。一般我放在皮夹或者是包包的夹层，跟人家解释这个故事就很完整。你不只有这个。还有真的日本求来的这个签，对，然后上面的神社又跟它是 match，就故事是很完善，你并没有你只是在分享一个 experience，share experience， 不是在编故事，这很重要。然后你可以想办法是给出去这一张，因为人家并不会跟你要这个东西，这种都是主动想去给，那所以把这张给出去，其实就是它对他来说也蛮有纪念意义。重点在你怎么去强调，怎么去说这个故事。因为这个签诗上呢，它很棒的是它有英文的解释的部分，就是每一句前面对应的意思。一般很多日本的签诗呢，或是我们这个中文的签诗，就只有该国的语言而已。是，但这个上面英文的有对应前面每一句，跟下面有解签。它这边有一句写 The sick person will get well， 就总之它有写很多，或现在适合旅游啊、婚姻啊，或者是工作上都会很顺遂啊。他们大家是看得懂，然后这是大吉，是最好的运势，所以不会有人会拒绝一个祝福，就叫 blessing。对，你把这个祝福送给他，你就说当时你看你想的这个数字，我举例就20，我当时就是因为去抽了这个柜子，拿到这张大吉，你现在刚好是这个数字，我都忘记这个事情，那这张就给你，它已经带给我这几年的好运，希望可以传承给你，他们就会觉得哇。好巧，就直接他只要 believe 这个东西，他也会 believe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强的能量。这就是签诗存在的意义。我觉得甚至有时候你给签诗，说不定也比给这个好。魔术师自己会觉得想给这个，那当然两个面向不太一样，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谢谢。